在中国生活的人真的都不自由吗？起码在很多外国人和新闻媒体的印象中，中国这边的人过得不怎么好，不怎么自由。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已经5年多的一个老外，今天我来给你们分析一下，今天我来给你们回答一下。我感觉我今天要给你们的这个回答，你们永远想不到。但是想知道中国人过得自由还是不自由，我觉得最好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问一下中国人，问一下你们觉得在中国这边生活自由吗？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马克说一下。如果你还不认识我的话，那欢迎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我的名字叫马克，我在四川成都。今天咱们一起来谈一下，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中国这边和西方国家自由的一个意识和具体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很多中国朋友们，也有很多外国的朋友们都对这个话题会比较感兴趣，所以说我们直接开始吧。朋友们，马克刚刚吃完午饭，然后现在出来散一会儿步，就来到湖边喽。这边环境非常好，但是今天成都这边的天气真的不行啊！上周还好好的，然后现在突然变得不那么好，有点冷，空气也不是很好。你们也晓得，马克每次都要叫你们出来耍一下，但是这样的空气的情况下，还是尽量的在室内，不要在外面做太多的运动，这样可能对身体会不太好。但是下午的时候，马克还是要去健身，就在室内健身。今天来的这个公园，感觉环境还可以，虽然说还在装修中，但是这个公园马克从来没来过，感觉今天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地方。哦吼，过不去了。啊哦，这个公园有很多花，很多运动的设备，很多休息的地方，然后也有不少的人过来这边散步逛一会儿。现在是中午了，所以应该是人最少的一个时候。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开始介绍一下，开始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因为很多老外经常认为在中国这边生活不怎么自由。那么首先呢，为什么很多老外会认为在中国这边生活很不自由呢？其实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老外自由和安全这两个字是不在一起的，不可能在一起的。就是说，你如果一个地方有很多监管、很多规则，它就会很安全；但是你有很多监管、很多规则，你就不可能有自由。说白了，也就是说，你如果有安全，你不可能有自由，差不多是一个这样的道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中国这边的自由和我们那边的自由是不一样的。我们那边是一个理论的自由，你理论上可以说、可以做很多东西，就代表你很自由，但是你不一定也要做。但是在中国这边，更重要的就是你实际上可以得到的自由。我来给你们看一下，马克觉得中国这边的自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哈哈，他们在这边在打牌，在对面休息着，打球，这边在遛狗、散步，这里还有很多很漂亮的花，嘿嘿，他们也在享受，嘿嘿，在这边睡午觉。太舒服了吧！你们看到了刚才这个睡觉的哥们儿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我们德国那边，甚至在美国那边，有可能白天的时候都没有人敢在外面随便睡觉，随便把东西放下去，因为你要害怕，你这个有可能会被偷，有可能会出什么其他的问题。但是中国式的自由
代表着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这个哥们儿累了，躺下来了，然后他不用担心安不安全，就随便睡一觉。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在美国一个不合法的事情，在中国这边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说我现在想喝一瓶啤酒，想喝一瓶白酒，坐在这个漂亮的河边喝一瓶，在中国肯定是非常正常的呀，但是在美国居然是不合法的，警察要来要把你抓起来带走。但是同时在美国，如果你去散步，你带上一个枪、2个枪、一个很大的枪，这个是非常正常的。这个道理在哪呢？还有就是说，晚上的时候，你如果想出门、想去玩、喝酒、吃个东西，在中国没有问题，因为很安全。但是在美国就不可能了。还有就是在中国这边，经常有人说这个事情又不能说，这个事情又不能做，但是哪里有啊？其实我在中国这么长了，从来没有感受到一个不能说、不能做的一个事情。再给你们打个比方，这个东西，这个口罩，我可以把它取下来，我也可以把它戴上，这个东西并不影响我的自由，对吧？但是在很多其他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他们说我们不戴口罩，这个东西很严重的会影响到，会让我放弃掉我的自由。但是我觉得戴着也没有关系啊，也是挺好的。但是这个又是这个理论上的一个自由，它是想让你有一个选择，你可以戴，也可以不戴。但是如果别人说我要戴，那我就不戴，我不想戴了，就是这么简单。哇哦，这边还有一个专门打牌的一个地方，哈哈。而且我个人觉得有可能哈，是因为马铁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久了，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讲道理的人。如果你的这个自由去影响到了别人，去伤害到了别人，那这个就是一个不太合理的自由，这样和自由就没有什么关系了，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很乱的情况，大家都在做他们想做什么，那这个就不是一个很合理的自由。哎了，西地成都，嘿嘿，又有熊猫了。所以说，在中国是啊，你的自由是很重要的，但是必须是一个合理的自由。当你的自由去影响了别人，去威胁别人，去伤害别人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不行了。我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合理、非常好的一个原则。那么在国外，他们说中国这边没有自由，不是扯淡吗？你想一下，没有安全，哪儿来的自由？你一个地方不安全，你晚上没有办法出门，很多事情做不了，这个还能叫自由吗？我觉得这个应该好好想一下。那么现在咱们一起再来看一下国外，就是美国那边的自由的意识是什么？也就是说 ，Marky 觉得不合理的一个自由是什么？这个就是在美国那边经常发生的一个事儿。有一些人其实我是觉得这样做不是很合理，因为你这样的方式去表达你的满意，其实也改变不了什么事情。你只是说你找到了一个借口去捣乱，去伤害到别人，去做一些坏的事情，这样肯定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说实话，一个这样的自由，我其实也不是很想要。大家都随便，可以想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不怕任何的后果。那这样肯定是没有一个很公平、很和平的生活，这样肯定会很乱、很危险。那这样的一个自由，我不知道，不是非常理想。简单的可以说，西方国家的自由和中国这边所谓的自由，其实这个意识上面稍微不一样，有点不一样。所以在很多老外的印象中，他们会认为在中国这边过得不自由，因为他们意识到的这个理论上面的自由，可能在我们那边会稍微多一点，但是你有一个理论上的自由有什么用呢？我是真的觉得不比一个像中国这边的世纪自由，你随时随地都很安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所有的生活成本都很便宜，
你去坐公交很便宜，去旅游也很划算。这样这么多选择，我觉得才是真正的一个自由。但是我的朋友们，现在给你们了。今天 Marky 很想知道你们的看法是什么呢？你们希望在中国这边有一个这样的自由意识吗？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用考虑到别人，我想这样做就可以了，不用害怕任何一个后果。你们觉得这样会好一点吗？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 Marky 说一下。可能我觉得吧，这个是一个文化上面的事情。我们外国人说实话，很多时候考虑的更多是自己，可能附近的一些朋友和家人会考虑的比较多，但是他人就是别人可能考虑的没那么多。中国这边就有一个非常团体、非常社会的感觉，所以会考虑到所有的人，到大众，所以也没有办法说这个更好或者那个更好，反正就是所谓的看到的东西。我们可以说中国这边也挺自由的，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那么我的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这些都是 Marky 个人的一些看法，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你们也可以跟我说一声。今天的话题你们觉得有意思不？如果你们觉得还可以的话，今天的视频也拍得还可以，那希望你们可以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 Marky， Marky 当然会很开心。朋友们，咱们在下一期视频见。